所谓的领导借钱，几条短信近50万元不翼而飞。大晚上的我也没考虑说打电话，具体的核实一下，又转了19万。关闭免密支付，6位数验证码竟是转账金额。我也不懂实际上的筹账，按他们说的给我筹账检查了一下，结果被骗了。工具人的真面目，晚间800今晚播出，敬请关注。妈，好香哎！有秘诀吧？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实在是香。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呵护腰间盘健康，舒筋健腰很重要。要知道贵以专。专更对症，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专药专治，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症，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技师出好药，传承400年。张师傅家住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今年40多岁，经营着几家企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前不久，他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点数据子，后面设置张东人，我还看了，有个短信，说是领导家有个紧急情况，要点钱呢。在短信中，对方表明自己是某部门的负责人。虽然没有这位领导的联系方式，但是张师傅之前也和对方打过几次交道。看到领导急需用钱，他自然不敢耽搁，赶紧根据对方发来的账户安排公司财务转账。第一次转了十几万多，过了一会儿呢，他又发了一个信息，说是这钱不够，到账时间慢，说这让这转一点。我就大晚上的我也没考虑说是打电话，具体的核实一下，又转了19万，这2个账户还不一样。前后2笔共30多万元，张师傅没有任何迟疑，就向所谓的领导提供的账户转了钱。可没过3分钟，对方又发来短信说还需要再借一些。确实我也开始有点怀疑了，但他说话的语气呢特别像，所以我在大晚上呢我也没有再打电话求证，就给他转过去。前后3次，张师傅一共转出去49万多元，而就在转完这3笔钱后，对方就不再答话了。这个时候，张师傅有点慌了。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关机，当时我就感觉到不好，被骗了。法治民生，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法治节目《晚间800》，我是郭凯。因为几条短信，不到10分钟就损失了近50万元。没错，张师傅就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但是他不死心呐，又通过侧面了解到真正的领导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回过神儿之后，张师傅赶紧去寻求警方的帮助。那么他的钱还能追得回来吗？在初步了解情况之后，山西省吕梁市公安局离石分局反诈中心立即成立专班，对这一案件进行分析研判。第一笔说是要10万0.5块钱，他就给那个受害人提供了一个账号，他就转过去。转过去之后，对方又说是还得19万3，完了他又给另一个账号转了19万3。不到5分钟之后，那个对方那个领导说是还得20万，他又给那个提供的账号转了20万。张师傅给对方一共转账49.35万元，而3次转账分别转进了3个不同的银行账户，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领导诈骗案件。第一个银行账户和第3个银行账户是同一个的这个卡组。3个小时之内的那个进出账流水，
达到80余万元。我们第一时间甄别出来，肯定是有洗钱团伙在操作这个银行卡。同样，张师傅第2次转入的银行账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也是几个小时之内有那个很多笔的那个大额进出，总流水也是达到100多万。3次接收诈骗资金的银行账户分别对应2名卡主，反诈中心民警随即对这2人的身份信息以及资金流向展开研判分析。通过资金流分析，他有那个取现的那个行为，我们调取了那个银行网点的那个信息之后，确定这个取款的银行就在河南省南阳市。民警调查了解到，张师傅转出去的第2笔款19.3万元进入了一个叫关某的账户，而关某在接收张师傅转账的前后几个小时之内，也接收了来自其他案件被害人的资金。在账户中收到多笔资金之后，很快就被人从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某银行网点取了出来。在确定嫌疑人的取款银行网点之后，警方马不停蹄地赶赴当地进行调查。通过那个银行周边和街道的监控，还有取现的那个监控显示，那个银行外边还有一伙人在盯着这个取款的这个关。完了之后，我们感觉这个事情肯定不对，肯定有问题了。说是怎么取，他应该不止他一个，这个应该是一个整个洗钱团伙。通过调取监控视频以及其他技术手段分析，反诈中心民警顺利查到了资金流向以及案件的关联人。他取现金的时候，这个犯罪团伙还有其他人在银行外边在盯着他，怕他那个把那个取现资金拿上跑了，就是意思就是犯罪团伙当中的那个黑吃黑，怕他们吃掉，所以说外边还有那个另一伙人在监督着他。对这些嫌疑人身份进行分析研判，发现这些人的住宿地址完了立即对这15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通过比对，反诈民警顺利掌握到了银行外围人员的身份信息，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违法犯罪的前科。随着证据链条的逐渐清晰，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将参与取现活动的所有嫌疑人一举抓获。经过那个突审，他们说是他们也是那个一伙人，完了他们是负责那个安保的。盯着关某取现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整个网络诈骗团伙的工具人。他们一般是在网上被高额的日结工资诱惑，受上一层级诈骗嫌疑人指派，盯住取款人和取到的钱，负责网络诈骗环节中所谓的安保工作。等他取完钱之后，完完整整的把这些现金交给上线之后，他这个钱才可以赚到。这些犯罪嫌疑人，通过下载这些境外的飞机聊天软件，在群内对接取现的具体事宜取现完了之后他们又回到住宿的地方，完了通过微信这收款码介绍这些获利的这些钱。关某在这个所谓的安保团伙的监视下，会把钱交给骑摩托车或自行车的车手，从而完成交接任务。这个时候，关某和安保团伙就可以获得高额报酬。这些车手在南阳的那些某些街道瞎转悠，他也是没有目的的瞎转悠，完了等待那个上线的指令，看着把这个钱是交给什么地方，放到什么地方。完了之后，隔了1个多小时之后，这些车手把那个取下的现金又交给了另外5、6个人，就是这些人所谓的上线了。之后，这些接收这个诈骗资金的现金的这些人，又把钱存到那个另外一些银行账户里边，最终他们买卖了那些虚拟货币，就是达到了那个犯罪团伙的目的。一旦被害人的资金转入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时候，追查起来就更难了。在本案当中，张师傅被骗资金已经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被诈骗团伙转移到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目前，警方也在做进一步的追赃挽损工作。
我们成功打掉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的犯罪嫌疑人15名。目前了解到，该团伙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该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在一些电诈案件当中，老年人上当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同样是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62岁的李师傅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内被骗光了半辈子积攒的所有积蓄20多万元。那么这一回，电诈嫌疑人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实施诈骗的呢？李师傅平时只会用手机打电话，其他功能不怎么会操作。前不久，他接到了一个外省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微信上开通了一个医疗保障。在微信上开了一个1万医疗保障，有一个免疫支付。他说，如果不关闭的情况下，3年内要收取8万块钱的手续费。从不上网的李师傅哪懂这些？听到对方说将来会收取如此高昂的手续费，可把他给吓坏了。于是李师傅赶紧询问对方应该如何关闭所谓的免密支付。这一问可就上了对方的当了。他说过一段时间也可不让约会过来咨询，让我下载视频会议的那个 APP 软件。李师傅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自己的手机很快就被对方控制了。随后，所谓的客服人员要求他把银行卡里所有的余额转入其中一张卡内，理由是方便管理。李师傅稀里糊涂的就照做了。然后又输了个21987这个不是密码，然后他说他是个验证码。之后，对方要求在软件上输入一个验证码，李师傅也照做了。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个数字根本不是什么验证码，而是转账金额。诈骗嫌疑人之所以选择这个数字，是因为通过操控李师傅的手机获知，其所有财产有20多万元。本来李师傅以为输入这个所谓的验证码之后，就可以顺利关闭免密支付，殊不知此时李师傅半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一分不少的全部进了骗子的口袋。这么大的力量呢，我也不懂实际上的筹诈，按他们说的给筹诈介绍了一下，结果被骗了。当李师傅收到转账短信的那一刻，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于是赶紧向警方报案。接警后，反诈中心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李某这个被骗资金转到一个叫韩某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名下，之后我们通过反诈平台对这个卡进行分析研判，发现这个卡用完之后就销户了，没有下一步的这个资金流的这个方向。韩某在接收到资金之后，就把账户给注销了，资金不知了去向。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那么，韩某在这起诈骗案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被骗来的钱又去了哪儿呢？挺奇怪，也挺着急，说是这伙人太狡猾了。然后呢，通过他这个一级卡这个资金流，发现了这个韩某已经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天我们就对这个韩某进行了上网追逃。而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警方终于获得了新的线索。分析研判发现，这个韩安的名下有3张银行卡，为了避免他作案的银行卡及时的被公安机关冻结，所以他采用了用一张销一张的银行卡的作案手段进行转移诈骗资金。原来，韩某在用第一张银行卡接收到诈骗资金之后，会立即把钱转移到自己名下的第2张银行卡，随即把第1张卡给销户了，然后再将第2张银行卡内所有的诈骗资金转移到自己名下的第3张银行卡里，紧接着再去注销第2张银行卡。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银行卡被警方冻结。就在警方调查涉案资金去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韩某被外省警方成功抓捕归案。发现他那个作案地在那个淮安市，然后我们第2天就奔赴了这个淮安市。经过审讯，警方获知韩某并不是该诈骗团伙的核心成员，
而警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通过韩某确定并抓捕其他洗钱团伙成员，而突破口就是其接收到诈骗款之后的活动轨迹。我们使用这个韩的这个身份特征进行了对比，进一步的发现其他嫌疑人，结果通过对比发现呢，有2个嫌疑人都是头戴鸭舌帽，戴黑色口罩，伪装的戴着眼镜，穿着这个防晒服、长裤，一时间呢就是根本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警方调查后发现，诈骗资金进账之后，韩某曾经和几个人有过接触，但是并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而在和韩某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意地进行伪装，一时间无法确定他们的身份信息。民警只好通过现有线索，对几名嫌疑人的落脚点展开排查。我们通过这个沿途的那个监控，他和韩一起相跟上的那个沿途监控进行了分析比对吧，然后最后在一个小区门口发现了这个胖子，同时也就掌握了他的个人信息，他是有类似作案前科的嫌疑人，对其进行了抓捕。在民警的大量工作之下，另外几名嫌疑人陆续被顺利抓捕归案，但是韩某卡内的大量多起被骗资金已经被转移了。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资金去向，以期早日挽回受害者的损失。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坐骨神经痛、椎管狭窄、腰椎骨质增生。呵护腰间盘健康，舒筋健腰很重要。要知道贵专，专更对症，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成就了舒筋健腰丸的专药专治，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对症，广州白云山陈李记技师出好药，传承400年。在诈骗方式不断更新的同时，帮助诈骗团伙洗钱的人似乎也在寻求更加隐蔽快捷的方式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在这里，我们想说这个世上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买卖，坐等赚钱的诱惑往往暗布陷阱。大家一定不要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等出租、出借他人使用，要警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莫当工具人。更多内容请关注法案直击，打开抖音 APP， 扫描屏幕2维码，关注法案直击抖音号，或者在微信上搜索江西2套晚间800。您还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京视频客户端下载，无论是电视大屏还是手机小屏，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在顺境中等待你用爱指明方向，媳妇儿，我爱你。在逆境中等待你用爱点亮希望。因为你，我现在我的世界变得春暖花开。都市情缘终于等到你，温暖呈现。